大家好，我是 Judy， 你们好吗？你对于科技公司的工作，大多数的印象都是软体工程师吗？你是不是想到科技公司工作，但是除了工程师之外，你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呢？又或者是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了，可是除了你自己的部门之外，你不是很清楚其他的部门在做些什么？其实呢，科技公司有很多除了工程师以外的常见部门，还有职位，这些职位代表的都是不同的技能以及知识，他们甚至有不同的工作环境，还有薪资待遇。所以今天我想要用这期影片跟你们分享科技公司里面常见的9个部门以及平均薪资。如果你是正在找工作或者是考虑要转职的朋友，这期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科技公司常见的部门呢，你大概可以分为3大类。第一类就是技术部门，第二类是商业部门，第三类是营运部门。那我们先从技术部门开始讲起。技术部门的底下常见的可以有4个部门，第一个是工程，第二个是产品，第三个是数据分析，第4个是设计。那我们先从工程开始，这个部门最主要的就是设计以及构建产品，还要提高生产的效率以及质量。以一个餐厅做比喻的话，他就是一个餐厅的厨师，他负责的就是把这道菜做出来，过程中他也要去研究我这道菜应该要加多少盐，加多少油，怎么样可以去做出最好吃的菜，或者是怎么样我可以做同一道菜，但是呢我做这道菜的时间更短更有效。在这个部门里面比较常见的职位就是大家最常听说的，也就是 developer 或者是 engineer。 在矽谷呢 entry level 的 position 的话是在18万左右，那比较 senior 的 position 的话是在30万左右。那当然这些薪资也就只是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因为根据每个公司有很多不同的条件，它都会去影响到实际的薪资是如何的，所以这个薪资的部分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接下来下一个部门产品，也就是 product， 这个部门主要就是要了解用户的需求还有市场的需求，策划整个产品的大方向，然后把这个大方向沟通给 engineering team， 就有点类似像一个餐厅的主厨提供这个餐厅一个大概念的方向，我这个餐厅应该要做日料、韩餐还是中餐，那如果是要做日料的话，做高端还是平价呢？因为这个方向的不一样，他必须要清楚的传达这些给 engineering team， 他们才可以把产品给做出来。这个部门比较常见的工作就是 product manager， entry level 是14万左右，然后 senior 的话是30万左右。下一个部门呢就是 design， 也就是设计，主要呢就是规划还有制定产品最好的展现方式，创造最好的用户体验。在这个餐厅里面就有点类似像如何设计摆盘的这个人，还要如何设计好的摆盘，让客人更加的有食欲有胃口，更容易点这道菜。还有餐厅的整个内部的装潢，放什么音乐，希望可以给用户带来最好的体验。那这个 design 部门里面常见的职位就有类似像 UX designer， entry level 是13万左右，然后 senior level 是26万左右。最后一个呢是 data science， 也就是数据科学。这个我觉得在餐厅的话就有点类似像调研人员，他透过分析复杂的数据去帮助其他的部门做出一些策略性的决定。比如说做一些数据分析，他发现我们的奶茶的销量越来越低，可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的奶茶越来越好。分析后发现原来是那间奶茶店它不只提供一般的奶茶，它还可以让客人去选择要一般的牛奶还是燕麦奶，因为它提供了多项的选择，所以客人跑去那间奶茶店了，那他就可以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产品的那个团队，那产品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纳入考量，加入到产品制定的企划里面，把这个东西传达给 engineer， 那我们这个公司就可以也提供燕麦奶了。那这个部门比较常见的职位就是 data scientist， 薪资大概是 entry level 16万， senior level 28万左右。那以上就是技术部门的部分啦，接下来是商业部门的部分。商业部门底下有2个部门是比较常见的，第一个是销售，第二个是市场营运。销售的话就是 sales， 就是销售产品，还有提供售前还有售后的服务。比较常见的职位有 account executive， entry level 的话大概是10万元左右， senior level 的话27万元左右。我自己所在的部门就是这个销售的部门。销售底下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部门，不是整个销售的团队都是负责卖产品而已。我呢有一点类似像技术部门那边的产
品这个部门，职位的全称是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Manager。销售团队他们主要就是致力于卖产品，我这个部门就是制定我们销售的策略还有方向，透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告诉你怎么去卖，卖给谁，什么时候卖什么产品，接触到的客人他也会给我们一些反馈，将这些反馈传递给技术部门，所以技术部门可以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客人需求是什么，进一步的去制作更好的产品。再来这个部门就是市场营销，也就是 marketing， 主要就是透过推广还有营销公司的产品以及公司本身，去更进一步的推动销售。营销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如果以一个餐厅来讲的话，你可以发传单，你可以有社群媒体，可以有 website， 或者是办线下的试吃会等等的。那这些东西都是市场营销部门去制定的。常见的职位有类似像 marketing coordinator， entry level 大概是9万元左右， senior 的 level 大概是20万元左右。那最后就是营运的部门啦，营运部门底下3个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第一个是财务，第二个是人资，第三个是营运。财务的话就是 finance， 它主要就是确保公司的财务稳定以及盈利能力，职位有类似像 financial analyst， entry level 大概是9万元左右， senior level 是20万元左右。人资的话就是大家常听见的那个 HR， 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的部门，它主要就是在招聘、雇佣还有留下公司最好的人才，职位有类似像 HR coordinator， entry level 的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 senior level 的话大概是在22万元左右。最后一个营运部门呢就是 operations， 主要就是管理公司日常的运作，确保效率还有生产率，职位有类似像 operations coordinator， 比较 entry level 是在7万， senior level 在13万。 operation 这个部门我觉得算是比较每个公司我觉得算是差很多的，因为根据你的业务，根据你的产品还有你应援的方式，它的工作内容会差的很多。比如说像一个餐厅的运营，它可能就要包括你食材的进出货，但是如果是出租车，它可能就要包括车辆的那些规划跟调整。所以 operation 这个部门呢跟你所在的行业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以上呢就是我觉得科技公司比较常见的9个部门。那当然每家公司根据它的业务、它的大小、它的薪资还有工作内容都可以差得非常多。如果它跟你的经验或者是跟你知道的非常不一样，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分享。那如果你对于科技公司的工作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在底下问我，我都会回复你。我们下次见，拜拜。